我把手里的冷烧饼丢进校门口垃圾桶，转身就走，眼前却忽然出现奇怪的文字。天哪！男主居然捡垃圾桶里的烧饼吃！我突然回头，刚好看到面黄肌瘦的少年把我丢掉的冷烧饼从垃圾桶里拿出来，他惊慌失措地看向我。对不起，我以为你不要了。我大步朝他走去，抢走他手中的冷烧饼，丢回垃圾桶。弹幕再次出现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！这个路人杰怎么这么恶毒？丢垃圾桶都不让别人吃啊！右中巴掌，闪不进屏幕的无力感。少年羞愧难当地低下头。对不起。我扬起笑脸。垃圾桶里的东西不能吃，跟我走。学姐，请你吃面。看他的样子就是高一新生。少年愣了愣，下意识拒绝。不用。哎呀，我家的面馆不要钱，走啦！我强行拽着少年上了我的小电驴，直奔我家的面馆。弹幕讨论了起来。我收回之前说的话，路人学姐大大的好哎。虽然，但是这剧情不对啊！万一男主喜欢上这个路人学姐怎么办？肯定不会，女主才是官配。路上我问了他的名字和所在年级，他确实是高一的学弟，叫江晨。下车后，江晨磨磨蹭蹭不敢跟我进店，我只好拉着他的手腕往里面走。妈，我回来了。现在店里没人，我妈和我爸坐着玩手机。闻言抬头，纷纷一愣。我知道他们惊讶什么。我以前只带过女同学来蹭饭，还是第一次带男生上门。不过他们很快就反应过来，双双扬起笑脸。小帅哥，快坐快坐啊！想吃什么面？阿姨给你煮。有排骨、鸡肉、牛肉，还有肥肠，你喜欢吃什么？谢谢叔叔阿姨，我不喜欢吃肉，煮碗素面就行了。旁边的弹幕又心疼了起来。你不是最喜欢吃牛肉面吗？他是不想让老板太破费。男主真的很好，就是命太苦了。我一锤定音。妈，3两牛肉面。我妈笑着应道。好，婉婉啊，你进来给我帮忙。我跟我妈去了后厨，我爸在外面和江晨说话。我妈开了火，黑着脸低声问我：“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”我连忙解释：“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他是高一的，半个小时之前我都不认识他。”我妈没好气道：“林婉婉，不认识你带他来店里干嘛？难道人家还缺一碗面吃不成啊？”我叹了口气：“妈，他捡我丢垃圾桶的冷烧饼吃。”我妈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抬手给了我一顿爆炒栗子。费粮食，欠揍啊你！我捂着头，委屈巴巴的道：“你装太多了，我吃不完，我怕带回家你又说我才扔的。”我妈咬牙切齿道：“以后吃多少带多少，不许浪费。”我嘿嘿陪笑道：“好嘞。”我妈怕江晨吃不饱，下了5两面，牛肉臊子剩了不少，也全部加在面上。我看着满满一大盆，惊呆了。妈，是不是太多了点儿？你以为别人是你呀，小鸟味儿，吃什么东西一点就饱了。他这个年纪的男孩子胃口大着呢。我把一大盆面放在桌子上的时候，江晨露出受宠若惊的表情。学姐，太多了。没事，吃不完就剩下。江晨慌忙改口：“吃得完，吃得完。”吃得完就吃，实在吃不完就算了，不要把自己撑到。江晨眼眶忽然泛了红，垂下脑袋盯着桌面。谢谢。我妈笑着说道：“不用谢，快吃吧，烫了不好吃的。”看着旁边弹幕里讨论起来所谓男主的身世。路人学姐一家都是善良的人，看来男主以后不用再饿肚子了。那也不一定，帮一次并不代表一直帮啊，也很好了，总比男主亲妈好多了。有了新家，就完全不管男主的死活。江晨小口小口地吃着面，泪水却大滴大滴地往面盆里砸。这一幕看得我和我爸妈都心头酸涩，都纷纷移开目光。我妈拽着我去了后厨。小帅哥家里到底什么情况啊？弹幕透露的信息还不够多，而且我刚跟他认识，也不应该知道太多。不确定地说道：“他妈再婚完全不管他，他爸估计死了吧？”我妈气愤不已：“这都什么人呢？别人家里的事管不着。这样吧，以后早上你给他带饭。中午和下午你去食堂打饭给他吃，晚上带店里来吃宵夜，就当资助贫困生了。”我用力点头，好。我妈说的对，江晨的胃口确实很好，居然把一大盆面吃光了。我妈最喜欢别人把她做的食物吃光，笑眯眯的。小帅哥，阿姨做的面好吃吗？阿姨做的面非常好吃。哎呦，那你以后天天来给阿姨捧场啊，阿姨不要你的钱哈。江晨面露难色，似乎不太好意思。我妈主动说道：“那这样，你以后天天晚上来店里帮忙，阿姨给你煮面吃，这总行了吧？”谢谢阿姨。江晨吃完面，我爸妈就打烊了。江晨抢着干活，他手脚麻利，很快就帮我们收拾好了。结束后，我爸提出送他回家。江晨一开始不同意，但他拗不过我爸，只好同意了。不过1个小时后，我爸又把他带回了家，还多了个大蛇皮袋。我跟我妈面面相觑，虽然不理解，但还是招呼江晨坐下。我爸喝了口水，义愤填膺。为了逼孩子辍学打工，居然把孩子从家里赶出去。这孩子一个人在公厕旁边住了2、3个月，就靠捡垃圾过日子。
我和我妈瞠目结舌，我妈回过神，拉着江晨的手，眼泪汪汪道：“你要是不嫌弃，就在叔叔阿姨这里住着，刚好家里还有一个空着的卧室。”我爸也宽慰道：“你别有心理负担，以后出息了，有的是机会报答我们。”江晨低着头哽咽：“谢谢阿姨叔叔。”哎呀，谢啥呀，小事。我妈侧头看我一眼：“以后不许欺负弟弟，听到没有？”我好无语，我没事欺负他一个小可怜干嘛？我妈快速收拾好房间，她看江晨除了2套校服，几乎没有其他的衣服，又心酸的直掉眼泪。江晨手足无措的安慰她，不安慰还好，一安慰她哭得更伤心了，不停骂江晨母亲不配当妈妈。我爸只好把她拉回房间，我站在门口解释：“那个我妈，共情能力强，习惯就好了。你洗漱了早点睡啊，我早上6点40分左右从家里出发。”我走了几步又掉头回来，得意洋洋道：“以后叫我姐姐。”江晨乖巧羞涩的点点头。我故意逗他：“您先叫一个来听听。”江晨抿了抿嘴唇，羞答答的叫道：“姐姐。”我乐得龇牙咧嘴。乖弟弟，晚安啦。江晨也笑了起来。姐姐晚安。希望好人有好报，学姐一家人平平安安的。等男主出息了以后回报他们，可别为了加速男主的成长，让学姐一家人发生不幸啊！不然我要弃剧。我想应该没那么狗血吧。第二天我起来的时候，江晨已经在厨房帮我妈做早饭了，我可不会不好意思。心安理得坐享其成。江晨吃了我3倍量的早饭，看得我目瞪口呆。我妈没好气地剜我一眼，看见没？这才是正儿八经吃饭的样子。我不服气，他刚好青春期，当然能吃。你青春的时候也没见你吃这么多。我和我妈不停斗嘴，我爸笑着对江晨说：“他们天天都这样，不用管。”江晨腼腆地笑了笑：“学姐家庭氛围真好，我都有点羡慕。父母和女儿处得跟朋友一样，确实让人羡慕。希望这样的家庭氛围能渐渐抚平男主的心理创伤。童年的不幸需要用一辈子治愈，不过有总比没有好。还是那句话，希望好人有好报。”吃完饭，我骑小电驴载着江晨去学校。中午，我按我妈的吩咐给江晨充了500的饭卡，然后才带着他去打饭。不用说，他肯定还没在食堂吃过饭。我妈交代了，一定要让他吃饱，所以我按我饭量3倍打给他，餐盘堆得跟小山一样。学姐又目瞪口呆了，有点可爱啊。青春期的男孩子本来就很能吃，他身体一直营养不良，大概是在报复性进食吧。我有点想磕男主和学姐。我是女主党，虽然学姐也很好，但我还是希望男主和女主在一起啊。我对天发誓，我对男主没有任何非分之想。不过以姐姐的身份抱一抱大腿还是可以的。我如今也算主角团的人了，前途一片光明。高1比高3少1节晚自习，江晨放学后就在教室里边学习边等我。我下课后按照约定跟他在2楼的楼梯口汇合。我到的时候他已经等在楼梯口了，看见我便乖乖走上前。姐姐。走吧，我们回家了。我们照旧去了店里，吃完饭才闭店回家。我家就在店面楼上，回家很方便。一到家，我妈把她今天给江晨买的衣服、裤子和鞋子拿出来，让他试穿，尺码都略大，因为她预感江晨接下来一段时间会成长得很快。除了这些，我妈还给他买了一部适合学生用的手机。江晨又手足无措起来，我妈拉着他的手说道：“我跟你叔叔商量了，我们想收你当干儿子，你愿意吗？”江晨哽咽着点头：“叔叔阿姨，我愿意。”我打趣他：“要叫干妈干爸。”江晨认真点头，郑重而虔诚地叫道：“干妈，姐姐。”我兴奋地应答：“我爸也很开心。”好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老子这辈子也算儿女双全了。我妈提议道：“这周周6休息1天，我们出去玩。”这个我喜欢呀。好啊，我要去游乐园玩。江晨渐渐适应在我家的生活，我们熟悉以后，他承担了去食堂抢饭的任务，我乐得轻松。伙食跟上来以后，江晨的个头就跟春季的麦苗一样，蹭蹭蹭的往上涨。不用说，以后肯定是个大高个，脸也长得不错，又高又帅，小矮子实名羡慕呀。除此之外，他比之前明显开朗自信了不少，抬头挺胸，脸上也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弹幕基本上都很友好，他们唯一的担心是害怕我会影响江晨和女主的感情线。我可没有当插足者的爱好，而且我有暗恋的对象，等高考结束就表白。为了打消他们的担忧，我故意在江晨面前说了这件事，并叮嘱他帮我保密。那之后，弹幕很少再提及这件事。我爸妈对江晨特别好，说实话，有时候他们对江晨好到让我嫉妒。每当我忍不住想抱怨的时候，江晨又凑到我面前，甜甜的叫着姐姐。叫得我一点脾气都没有了呀。好就好呗，我也喜欢这个乖巧懂事的弟弟，何况还是男主啊。转眼到了寒假，4个月过去，当初比我还矮一点的少年，居然高了我半个头。不过再高都得管我叫姐姐，嘿嘿。因为快高
高考了，我妈不再让我去店里帮忙。江晨每天跟我爸妈一起去店里，我妈不让他去，他非去，还保证不耽搁学习。在这件事上，我爸我妈管不住他，只好由着他去了。腊月26是江晨的生日，我爸我妈3点钟就闭店，拿了肉菜回家做饭。晚饭前，我妈让我和江晨去对面点心店拿蛋糕。我们从糕点店出来的时候，迎面撞上一个带着2个孩子的中年女人，女人很胖，膀大腰圆，2孩子一男一女，也是又高又胖。小男孩差不多跟我一样高。江晨当时就脸色大变，攥着我的手腕加快脚步离开。谁料那个中年女人居然追了上来，一把抓住江晨拎在手里的蛋糕。好你个小混蛋，偷偷跑出家，电话都不打一个！老娘养你那么多年，你挣了钱不孝敬我，居然拿来养不干不净的女人！我告诉你，我儿子还没成年呢，赶紧把他给你花的钱给我，不然我告你诱骗未成年！弹幕顿时议论纷纷，太绝了！难以想象这是男主亲妈，自私自利，蛮不讲理的中年大妈，好典型的形象，把2孩子都吓坏了。江晨忍得双眼通红。妈，我还在上学，这不是我的钱。老娘很好骗吗？赶紧让他把钱还给我，不然我就去告他！我见江晨他妈的手一直攥着蛋糕盒子不放，晃了晃江晨的手臂，把蛋糕给他吧，这种泼妇最难缠，等他走了再订一个就行了。江晨把蛋糕给了他妈，可他妈并没有放开他，而是顺手将蛋糕递给一旁的小女孩，她依依不饶。还钱！不还钱别想走！豆豆，抓住这个女人，别让她跑了！哼！男孩跑过来想抓我的手臂，江晨心急粗鲁地甩开他妈，又抓住他弟弟的后颈往旁边一甩，最后牵起我的手就狂奔。我们一口气跑到对面，又刻意绕路才回小区。到家后，我把撞见江晨母亲的事情告诉了我爸妈，我爸妈听得瞠目结舌，我妈忍不住感慨：天哪，怎么有这种妈妈？我爸也赞叹不已。哎呀，极品，我也是服了。江晨小声说道：干爸干妈，我想搬出去住。他垂着头，周身散发着颓废绝望的气息，我快气死了。江晨他妈厉害啊，这么一会儿就把我们好不容易才养的阳光开朗的少年打回原形。我爸看向江晨，胸有成竹地说道：你安心待着，干爸干妈不怕他来找麻烦，我们有准备。我妈附和道：你干爸说的对，小孩子别想那么多，我们有办法处理。话虽如此，可江晨才17周岁，他妈是他的监护人，还真不好办。弹幕也是忧心忡忡啊，还有弹幕怀疑江晨不是他妈亲生的，说江晨他妈和弟弟妹妹都长得肥头大耳，而江晨高高瘦瘦，一看就不是一个品种的人。别说，还真是有可能。只可惜啊，江晨他妈肯定不会配合做亲子鉴定。江晨没再提搬出去的话，但自从那天以后，他情绪一直很低落，大多时候都在强颜欢笑，我们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大年初8那天，江晨他妈找到店里来了，还带了一个记者。江晨妈妈吆喝着我爸妈，诱拐未成年打童工，哭着闹着要带江晨回家，并让我爸妈赔偿30万。店门外很快就聚集了一堆看热闹的人。我爸妈不慌不急，江晨面无表情地看了会儿，忽然扭头走进后厨。我感觉他状态不对劲，于是跟了上来。江晨拿了一把刀准备往外冲，他看到我猛地愣住，眼中的杀气随即被慌乱取代。姐姐，我走过去拿走他手中的刀，放回刀架上。别干傻事，相信你干爸干妈。江晨含着眼泪，我只是太生气了，折磨我就算了，为什么要闹到店里来？我不知道怎么安慰才好。没关系啊，相信你干爸干妈能处理好的。江晨渐渐冷静下来，弹幕又说怀疑江晨不是亲生的。我灵机一动，今天不就是拿样本的好机会吗？出去后，我故意激了江晨妈几句，她果然冲过来打我。江晨护着我，我一边躲避一边拽了一把她的头发，她被我拽痛更加生气，疯了一样想打我，不过都被江晨挡下了。这时民警到来，江晨妈看到民警立即冲上去告状诉苦。民警没好气道：我说女同志，你够了，你不让你儿子读书，把孩子赶出家不闻不问，害得人孩子住公厕捡垃圾人家。林先生夫妻好心把你儿子接回家照顾，给吃给喝还供上学，你就是这么恩将仇报的吗？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不让我儿子读书，还把他赶出家了？就算你是警察，你也不能冤枉人。冤不冤枉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们当初给你和你老公都打过电话，你和你老公都说没钱供孩子上学，还说他那么大了该自己养活自己。当初的通话内容我们可是漏了音的，你要是想听，我现在放给你听。我爸决定收留江晨，第2天就跑去江晨父母居住地所在的社区，让社区工作人员联系江晨母亲和继父，故意说让他们带江晨带回家。他母亲和继父当然是不同意。然后我爸又拉着社区的工作人员去了派出所，让派出所民警劝说。江晨母亲和继父毫不意外又碰了一鼻子的灰。我爸趁机提出收留江晨，但是如果江晨母亲上门找麻烦的话，派出所要帮忙解决。民警巴不得有人照顾江晨，不用去跟蛮不讲理的人扯皮，所以就应下了。我
围观的人群一片嘘声，有脾气冲的已经骂上了。江晨妈张口结舌，到底没勇气再狡辩下去，扭头落荒而逃。民警当众表扬了我爸妈好人好事的行为，又说以后江晨妈再来找麻烦及时通知他们。最后又叮嘱江晨一定要好好学习，不要辜负好心叔叔阿姨的关心和期望。民警离开后，大部分人散去，少部分人进店吃饭。他们对我爸妈帮助江晨的事赞不绝口，有人把当天的事情发布到网上，好几个视频还上了热门，我都刷到了。我很欣慰的是，他们大多给江晨和我以及爸妈打了码。至于江晨妈，顶多在头顶辟了马赛克3个字。由于是非对错分明，网络舆论一边倾倒，不到1天时间，江晨妈和继父的信息就被扒了个精光。还有网友出来作证，江晨长期被亲妈和继父虐待，2人被骂惨了。还有人声称要去他们家门口泼粪，我表示活该。当天下午，我偷偷送了江晨和他妈的头发样本去医院做鉴定，报告1周后才出。弹幕还真是猜对了，江晨确实不是他妈亲生的。晚上我把这件事告诉江晨和我爸妈的时候，江晨怔了怔，随即捂脸哭了起来。弹幕又议论了起来，男主真是喜极而泣，不是亲妈就不用痛苦了。姐姐太好了，简直是活菩萨。我现在想克姐姐和男主，怎么办？还是别了吧。男主和女主是官配，而姐姐也有自己喜欢的人，亲情一样好磕的。我妈是个感性的人，也跟着直掉眼泪。我就说嘛，那哪像亲妈呀，说是仇人还差不多。我爸拍了拍江晨的背，明天就去找民警说明情况，尽快解除亲子关系，以后他就管不到你了。我妈激动的，还得找找亲生父母，虽然不是亲生的，但也不一定是被拐的，毕竟生了不想养的也不少。是，如果找到亲生父母，但人家压根就不想认，不是2次伤害吗？弹幕说的有道理。就在我考虑如何温和地提及这个问题时，江晨抬起泪流满面的脸，干嘛？我不想找。我妈不解，为什么？江晨哽咽，我亲妈也不一定爱我。我妈微微一愣，才反应过来，她一脸心疼地把江晨揽入怀中。小陈啊，干妈爱你，你要是不介意，干妈以后就是你亲妈。我爸也眼眶微湿，干爸以后就是你亲爸，将来姐姐有的你都有。我也凑热闹，那我就是你亲姐。江晨看看我妈，看看我爸，最后又看看我，忽然破涕为笑。我和我爸妈被他感染，也跟着笑了起来，4个人哈哈笑成一团。哎呀，怎么又好哭又好笑，搞得我哭笑不得。太好了，是甜宠文，甜宠对象是娇滴滴哭包男主，哈哈哈哈。第2天，民警当即传唤江晨养母去派出所接受讯问，并且做了一份更正式的亲子鉴定报告，是加急的，3个小时后就出了结果。面对铁一般的证据，江晨养母心理防线很快就崩溃，老实交代了一切。原来江晨养母和养父婚后多年没有生育，某一次他养父外出务工回到老家时，带回了才出生不久的江晨。他养父声称江晨的生母是一个大学生，不想养，于是卖给了他。江晨养父去世多年，无法证明这件事的真假。不过买卖儿童始终是违法的，所以江晨和他养母的母子关系就不成立了。民警牵出了江晨，落在我爸妈想正式收养江晨，但江晨说他都快成年了，没必要。我爸妈向来尊重他的想法，就没有勉强。我咋感觉男主不愿意被正式收养，是有目的的呢？不是吧？正式收养的话，男主就有继承权，他只是不想跟姐姐分财产。反正按照干爸干妈的想法，不管有没有正式程序，都不会亏待他的。当然了，男主以后必然会加倍报答，稳赚不赔。那件事过后，我家的面馆成了网红，每天好多人来吃饭打卡，吃饭的人更是排起了长队。我爸很苦恼，天天这么多人来吃饭，我这老胳膊老腿吃不消啊，生意太好也是烦恼。我安慰我爸，网红效应，反正过段时间就没了。这段时间请2个临时工呗。也行。我爸请了2个阿姨帮忙。随着寒假的结束，来吃饭的人渐渐变少。不过有一部分附近的居民成了回头客，所以稳定下来后，客流量还是比之前多了1倍。我爸天天夸江晨是我们家的小福星，没了江晨养母这个不定时炸弹的威胁，江晨的状态很快就好了起来。转眼到了今年的高考季，高考那2天，我妈天天穿着旗袍在考场外等我，我正常发挥，不出意外能上一所不错的重点大学。最后一堂考试结束后，班长安排晚上聚餐，我有点兴奋，因为我打算跟暧昧很久的男同学捅破窗户纸。去聚餐之前，我回家换了一条漂亮的吊带裙。出门前，我妈递给我一个信封，我疑惑问道：“什么？”我妈摇头：“小陈给你的，说等你高考结束后再给你。”我疑惑地打开，里面是一叠照片，全是我暧昧对象跟不同女孩子去酒店的照片。我脆弱的小心脏就这么轻轻地碎了。男主好贴心啊，等姐姐高考结束了，才让姐姐失恋。我咋感觉
男主目的不单纯呢，那一定是你的错觉。男主只是怕姐姐被渣男骗而已。我给班长请了假，没去聚餐。随后暧昧对象发消息问我为什么没去，我拍了其中一张照片发给他，他没再回我，我删除拉黑一条龙服务。晚上9点，江晨回来了，他似乎怕我责怪他，怯生生的叫了声姐姐，又说了对不起。我不是分不清好赖的人，只是有点伤心而已。说什么对不起啊？该我谢谢你才对，本来就是渣男。及时止损才是正确的做法。我不想他有心理负担，努力装作不在乎的样子。周末想不想去游乐园玩？我带你去。江晨羞涩的点了点头。周末，我跟江晨去了附近的游乐园玩，与其说是我带他玩，不如说是他带我玩。反正他比我会照顾人多了，我废得心安理得。20多天后，成绩出来了，跟我预估的差不多。第一志愿填了一所北方的重点大学。暑假报复性玩了个把月后，我就老实下来了，天天去店里帮忙。江晨拿了我高2的书预习，暑假期间他把数理化3科上下册都看完了不说，还做了不少的习题。最可怕的是，他做试卷的正确率高达90%，学霸中的学霸，我打心底里佩服。开学时，我爸我妈带着江晨一起送我去了学校。自从我在外地上大学后，我就看不见弹幕了，估计有距离限制。开学不久就有男生向我表白，但我一想到曾经给我当头一棒的暧昧对象，我就对谈恋爱提不起兴趣，所以全都婉拒了。语文和英语是江晨的弱项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问我一些问题，我在视频里耐心的跟他讲解，他的学习能力再一次震惊到我。上半学期他向我请教的还是高2上册的内容，等到了下半学期，他就开始向我请教高2下册的内容。我问他是不是想跳级啊？他说是。果然人类的智商是存在差异的，我都算比较聪明的了，但他的智商估计更变态。转念想到他是男主，我就释怀了。很快1学期结束，一放假我就买了车票回家。江晨来车站接的我，视频里没发现，见到真人才感觉出来，他又好高了一些，我的头顶只能在他下巴下面晃悠。你还在长个？江晨低头看着我，微微一笑，最近长得慢，估计长不了多少了。我抬头用手比划了一下，你起码1.8米了，够用了。再高的话，我跟你说话会很累啊。江晨笑意加深，那就不长了。我打趣他，切，你说不长就不长啊。江晨认真点头，饿着肚子就不长个。我扬起拳头，你敢饿肚子，别怪姐姐揍你啊。江晨憋笑摇头，不敢不敢，我以后蹲着点跟姐姐说话。嘿嘿，逗你的，又不凑你跟前和你说话，不需要蹲着哈。你们快劝劝我，这个体型差真的很好磕哎。啊，我劝不了，我也想磕，而且跟现在的男主比起来，姐姐真的是娇小可爱，我还是舍不得女主啊。反正我感觉走向有点迷，坐等大结局。看到弹幕，我立即停止跟江晨打趣，低头玩起手机来。为了不让弹幕乱磕 CP， 我有刻意跟江晨保持距离。不过他向我请教问题时，我还是耐心讲解。寒假期间，江晨学完了高3上学期的内容，他跟我爸妈说，他向学校申请了跳级，不过能不能通过，要看开学后的测试结果如何。我爸妈除了骄傲还是骄傲，与有荣焉，我也是。不过弹幕又有新的讨论点了，男主跳级的话，女主转学过来后，他们岂不是不能在同一个班级了？不用担心，只要导演愿意，别说不在一个班级，就是不在一个次元都能谈上。学长和学妹也不是不能磕嘛。我还是想磕姐姐，泪流满面。我回学校不久，我爸就告诉我，江晨通过了学校的测试，正式去了高3的火箭班。他问过老师，按照江晨目前的趋势，考一流大学不是问题。我爸我妈特别开心，在他们的眼中，江晨就是他们白捡的好大儿。或许是学业压力增大，江晨联系我的时间变少了，反而是我通过我爸妈了解他的学历成绩。江晨刚升入高3时，成绩不算特别优异，排名在中等偏上的位置，但他冲劲很强，每一次考试排名都会上升。最后一次摸底考试的时候，他排名来到了年级第2。很快就又到了高考时间，我妈我爸照旧在考场外面守了2天。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，我还在学校，我爸给我现场直播查分数。由于网络太拥挤，他们花了1个小时才登录进去，网页显示成绩被屏蔽，只有全省排名前50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我爸我妈抱在一起惊呼，我也没忍住叫出声。江晨这个当事人最淡定，只是露出了迷之微笑。过了一会儿，江晨老师打电话给我爸，说江晨全省排名第2，学校第1。当天下午，江晨就接到清北大学的招生电话，之后我爸我妈就开始讨论到底是去清还是去北，两人吵得不可开交。我知道江晨主意正，让他不要受我爸妈影响，自己做决定。他问我，姐姐，我报哪一所大学你都支持我吗？我想都没想到，当然啊。我爸妈第2天忽然没生，我估计他们被江晨说服了。几天后，我登上回家的动车，来接我的还是江晨。这次身高跟上次大差不差，不过身体壮硕不少，几乎脱离了少年人的清瘦体型，更加趋近成年男人。不仅外貌上，他的言行举止和气质也变得更加成人化，不过他的笑容依旧灿烂。姐姐，寒暄几句后，我们就去坐地铁。我习惯性看向久违的弹幕。说实话，我头一次见改编把男女主拆没了的。
哎，不重要了，男主和姐姐很好磕，女主和男二也很好磕，总之好磕就行了。据说编剧和导演在微博上互相推卸责任，导演说剧本就是这样的，编剧说他明明写的是另外的剧本，哈哈哈，难道是剧本成精了？也说不定是纸片人觉醒了呢。我震惊的合不上嘴巴，难以置信的看向江晨，江晨侧头看着我，笑得阳光明媚。姐姐，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想法，也应该掌控自己的命运。我瞳孔一缩，所以你也看得见？江晨直视我的眼睛，毫不掩饰自己的炽热情感。就看得见了，所以姐姐才是我的命中注定。我也是遇见他之后才看见弹幕的。按他这样说，岂不是江晨没去清也没去北，而是填报了我们学校最王牌的金融专业，收分不比清北低多少？这还不是最令我意外的事情，我更加没想到的是，他居然说服了我爸我妈，允许我和他谈对象。原来就在我爸妈争论不休的时候，江晨不仅跟他们说要去我就读的学校，还坦白了他对我的心思。我爸妈刚开始不太能接受，但经过江晨的针对性洗脑后，很快就投降了。3个理由：第一，知根知底，不用担心我被骗；第二，以后没有婆媳矛盾，不用担心我受委屈；第三，他敢把他将来的所有财产都放在我爸妈名下，他要是对不起我，就只能净身出户。这3个理由，别说我爸妈啊，所以我爸妈第2天忽然失声。我承认我对江晨其实有一定想法，但我一直牢记他有官方 CP， 所以当弹幕乱磕 CP 的时候，我才会有意跟他保持距离。不过既然女主有了其他的 CP， 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嘿嘿嘿。几年后，大学毕业典礼，身穿学士服的江晨已经彻底褪去了当年的青涩，眉宇间满是成熟与自信。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时，台下的女生尖叫声此起彼伏，但我一点也不吃醋，因为他的目光至始至终都穿过人群，温柔地落在我身上。发言结束后，他径直走到我面前，在全校师生和那个飘满粉色气泡的弹幕注视下，单膝跪地。他忽然睁开眼，对着虚空中的某个方向露出了一个释然又狡黠的微笑，轻轻做了一个口型，再见。那一刻，原本嘈杂的弹幕忽然化作无数璀璨的星光，消散在空气中。故事结束了，但属于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。